大家好，欢迎进入一个带你解读世界的频道。我们也许对如下的类似经历不陌生：嗓子发炎去医院问诊，终于轮到了自己，先让做一些检查，再开一堆药，门诊的报销额度也不多，过一周也不见好，最后家门口药店的喷雾让嗓子消炎。以上情景只是当前看病难的一个侧面，尤其是对于低收入群体，祈求今生少去医院成了所有人的心愿。今天我们就来谈谈中国目前的医疗现状。我对多国的医疗系统也有所了解和体验。我们主要分两大块说医疗问题的现状和根源。以前的节目我们主要是分析问题，却没怎么讨论解决方案。在视频的最后，我们也说说该如何解决目前的医疗问题。在列举问题之前，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医疗体系的变迁。中国医疗体制的发展大概可以分为3个阶段。80年代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，所有的医院均为公立，医疗资源极度匮乏，医疗对象分等级，国家公职人员免费医疗，城镇国企的职工也有医保，剩余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长期缺医少药，当时有无数的赤脚医生行医乡里。第二阶段是1980年到1997年，随着改革开放市场化的开启，医院的经营管制也有了放松，医生收入开始和收费挂钩，回扣现象开始出现，私人诊所大量涌现，公务员和城镇职工的医疗依然不变，但随着政府投入的减少，大量农民几乎没有任何保障。1998年，朱镕基宣布医疗市场化的开启，这就是中国医疗的第3阶段。98年建立了城镇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，03年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，07年建立了城镇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。在市场化的主导下，公立医院进行产权改革，私营医院获得了大规模发展，乱开检查以药养医也开始出现，同时财政投入严重不足。在2005年，国务院发出报告认为中国医改基本不成功，并明确地将问题的根源归结为市场化的走向，这违背了卫生事业的发展规律。当时在全社会范围内激起了医疗改革的大讨论。2009年，在胡温的主政下，新一轮医改拉开序幕，确定了政府主导弱化市场的改革路线，财政投入开始增长，算是一种纠偏。政府也试图推动分级诊疗，同时推动全民医保的建设。2014年，基本医保的覆盖率达到了 95%。 到了2015年年末，私立医院在数量上已超过公立医院，但无论是从医疗资源还是医疗服务上看，公立医院依然占绝对的优势。整体上医疗保障远好于20年前，但随着人们对医疗需求的提高，人们对医院的体验似乎也在变差。这也很好理解，人们的标准总是不断提高。在前几年，魏则西事件和我不是药神又将医疗推上了舆论风口。纵观世界，各国的医疗也都有些问题。举几个例子，美国医疗水平虽高，但只有2类人有医保。工作人群有公司购买医保，低收入和65岁以上人群享受政府免费医保，中间有约 9% 的人不买医保，多为仗着自己没病的年轻人。虽然他们有疾病也可以去急诊，也可以不付钱，但正常医疗服务就无法享受。再比如加拿大，属于高税收全民公费医疗，总理和乞丐享受一模一样的医疗，但该国的医院均为公立，效率较低。看病前需要先看家庭医生，转诊专家要等上1-2个月，很多华人无法忍受，就先回国做检查。当然严重的可以直接去急诊。在质量和效率上做的都比较好的就包括日本、韩国、台湾、澳洲、瑞士、德国等国。由于我们的目的是提高自己，而不是比烂，我们就需要直击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。首先，医疗运营的过度市场化，一直以来医院和医生的收入与患者的支出挂钩，多开检查和多开药就导致了收入的增加，这就带来了以药养医。虽然一些地区开始了医药分开的改革，比如2018年的北京，但是药占比也就是药费占医院总收入的比例下降幅度依然有限，且在操作层面上漏洞很多。政府制定收费标准，但无论是专家级还是刚入行的医生，无论谁来制定治疗方案，效果如何，收费都一样。有的医生妙手回春，有的却反复多次手术，结果患者增添痛苦，医疗费用大幅增加，医保也负担沉重。过度医疗也经常发生，不少医院对待感冒患者
直接就拍片和点滴，更不要说难以把握的大病治疗和手术。为了避免过度医疗，政府后来推行了总额预付制，即每年给医院一定的额度，超过额度就不给报销。结果各地纷纷出现额度超支就推诿病人的情况，甚至出现不少不给治疗的恶劣事件。总额预付制被彻底玩坏。2019年，政府决定向国外学习，试点城市实行按疾病诊断分组付费，也就是按病情和治疗方案分类付费，目的在于鼓励医院不滥开项目。但这又出现了管理混乱，医院偏向于服务自费的病人，病患阶层被人为的割裂。第二，虽然医疗有过度的市场化倾向，但广大的公立医院却又过度的行政化。虽然政策上放开，让公立医院医生可以多点执业，但医生仍然是听命于上级领导，一切福利待遇和科研经费都与编制捆绑，医生无法自由流动。在人事雇佣和解聘领域，他们没有任何自主权，要遵循严格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。公立医院的本质是带着脚镣的盈利性医院，优秀的医师自然会往一线城市的3甲医院集中，而不是去落后地区或者基层医院，这就导致地区医疗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均衡。有钱的地方，医院硬件实力可以做得更强，可以引进更多的人才。山西培养的顶尖医生可能都去了北上广。越穷的地方，老百姓越是看不起病，资源也更加匮乏。第三，政府的医疗投入严重不足。我们上面提到，政府给医院限定额度或采取按疾病付费，这当然有杜绝乱开检查、乱开药的动机，但更大的动机是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。这就包括这些年大力鼓励的中医药。那么中国医疗经费的投入到底是什么情况呢？我们先来看一张图。2017年各国财政开支的结构，标数字的灰色部分为医疗部分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中国医疗支出占比为 7%， 这不光远低于欧美和日本，而且仅比人均收入只有1/5的印度高 2.5个百分点。另外还要注意，数字右边的所有区域代表教育、医疗、社保的总体开支。美国超过 60%， 日本、欧洲国家接近 70%， 中国只有 37%， 印度为 34%。从数据上看，中国过多花费在再生产基建和房产上，这当然也有它的好处，但福利投入少就导致了本文所说的医疗问题。改革开放已过了40年，没有哪代人应该被牺牲。我在前几期也说过，政府的福利支出要和税收成正相关，你多收税自然就要相应多花钱在福利上，因为留给百姓的税后剩余少了，这也是政府转移支付的意义。根据数据显示，2017年美国、日本税收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为 35%， 欧洲国家占 40%， 的确比中国的 21% 要高。而台湾、新加坡、香港的税收比重低至 15%， 也就是说他们留给百姓的税后收入更多，但政府却包起了全民医疗。印度税收占比只有 11%， 却在社会保障的财政开支比重和中国类似。下面我们来看第4个问题，尽管全民医保框架已建立，因病致贫仍是致贫的首因。生了大病如同噩梦，生理、心理和经济负担接踵而来。很多患者发现治疗过程中的最终自负并不少。正如我不是药神所反映，医保的保障能力不足是主要原因。自由职业者每年医保缴费负担很重，门诊报销有起付线，有封顶，还有自付药和自付检查的部分。一年门诊看病花费1万自掏4-5千也很常见。整个医疗服务体系没有理顺，各种制度的不合理和滞后仍然存在。此外，医疗的分级也很难推动。尽管家庭医生的签约率也在逐年上升，但转型仍是有名无实。全国的患者可以随意找国内任何一个专家看病，无论大小病都涌向3甲。这种不分病情、不分轻重的完全平等，反而加重了目前的看病难和看专家难。初级医疗保健在疾病预防中也没有发挥核心的作用。就拿高血压举例，中国认识到自己患病和获得治疗的病人的比例，比其他中上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数据低10个百分点。第5，前线医生和教师一样，工资收入被人为的压低。我遇到的每一个中国医生，看到欧美医生动辄年薪50万美金，都非常羡慕。北京一个专家号只收费几十元，
这无论是对医生10几年的苦读，还是社会的公平，都是一种亵渎。这其实也和医疗经费投入不足有关，于是这就刺激了医生多开检查、拿回扣、收红包。医生本身就被人为的压榨，那么对待患者的没耐心和医德低下也不难理解。医生和患者的互相不能理解、医闹等暴力事件时有发生。第六，缺乏有效的监管，导致服务质量和医德的堪忧。除了魏则西事件暴露出的私立医院问题，就连公立医院也让人无法满意。比如好不容易等到的门诊号，结果刚过5分钟就被打发出来。而我在国外约上专家时，他们常常询问病史、家庭甚至情感，扯上半小时，详细记录病情。我曾经在加州和上海长征医院做过超声，长征如同流水线，刚躺下没有3分钟就结束，而加州的医院查了有20分钟，这还只是一个超声。其实这不光是服务质量，还是一种职业态度，但这也是欧美医疗费用昂贵的原因之一。同时，无良的医院也不少见。媒体曾曝光有的医院直接把血样扔掉，反正阳性率只有 3%， 还不如误差率高。还有医院和药厂勾结等等。这些问题说到底还是法治的问题，这不光是医疗问题。第一个层面是立法是否充分考虑患者，第二，执行是否到位，第三，当患者权益被侵犯时，是否有上诉渠道或严惩当事人。对于法治，绝大多数国家包括半威权的新加坡均采用司法独立，立法和法官脱离政治和行政。目前外界的观察是，其似乎想搞一个没有司法独立的法治。第七，医疗服务人为的分为3、6、9等。我们知道，在全民免费医疗的国家，每人有一张相同的医疗卡，总理的医疗待遇和普通人士一样，如加拿大和一些欧盟国家。而在市场化医疗的国家如美国，医疗服务范围会根据你的保险或者经济能力而定。至于中国自有国情在，医疗市场化和多轨制并存。我们该说的还得说，有钱人可以去高档诊疗中心，甚至全世界跑就不说了。我们就按医疗服务的级别顺序说，最高层是中央和省部级高官及其家属，他们有专人的医疗团队，包括日常料理，服务等级你无法想象。你像301医院的某些区域，你再有钱也住不了。第二层是各级政府退休老干部，各地人民医院都有高干病房为他们留着，高档进口药从不吝啬。这里呢透露一则旧闻，在2006年胡温时期，中青报以及后来中科院和卫生部副部长都曾称各级政府约有800多万，可想高干病房的老干部。在时隔7年后的2013年袭上台，各大媒体突然集体辟谣。不过呢，问题肯定存在。全国在职的厅级以上干部就有100多万，加上离休干部以及各种相关人员，必然有几百万符合条件者。去年北京的杀医案背后就有高干病房的影子。老干部呢年老多病，假设平均1年花1万，就需多花销近千亿。他们是建国后特权制度的延续，属于体制内的特权阶级。这还仅仅是医疗这一块，他们是医疗改革最难啃的部分，动他们蛋糕会影响稳定。之前看到有留言让讲讲为啥有防火墙，以上算是原因之一，即有些事不想让你知道，我以后也会做期节目单独讲讲。第三层就是我们上面说的庞大的公职人员，他们也是公费医疗，不需要自己缴医保，只不过他们没有专门的病房。第四层是国企等事业编，基本上也算公费。第五层是城镇普通职工，第六层是城镇户口的居民，最底层是新农合的参保者，也就是农村户口。在总体医疗投入本就不足的同时，又对特权阶级有超国民待遇的医疗，那么中下层还剩多少可想而知，尤其是底层。我们再来看看第8个问题，随着人口迅速的未富先老，针对老人的长期照护制度还没有建立。中国每年的退休人口已经超过了新就业人口。我们上面提到，中国的社会保障开支本来就少，长期照护的公共筹资又是一笔庞大的财政支出，多数地方政府都不敢轻易的开这个口子，养老院乱象频出。我在中国地方财政那期也讲到，目前各省几乎早就是财政赤字。以上我们就说完了中国医疗的8大问题。由于时间问题，其他如人性关怀和差异化医疗以及全民心理健康等等，我们就不多说。这些问题在表面上是几段文字，但落到患者头上便是世道的艰辛、平添痛苦。
当然，中国医疗也有一些优势，比如市场的竞争导致成本降低，做检查等待时间没有国外的长，医生收入被人为的压低，也导致服务费用远低于国外。我们也讲了中国医疗的问题的根源，包括过度市场化、过度行政化、财政投入严重不足、人为分369等，以及缺乏有效的监管等等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该如何解决中国的医疗问题。有人说因为中国人太多，导致了医疗资源缺乏。其实人多并不是主因，人多供给也会增加。更何况中国医疗的等待时间明显较短，这就说明了医疗资源并非极度匮乏。当然，随着每个人的覆盖率提高，需求端就会超出供给端，但至少目前的情况并非如此。而且从我们上面的分析也可以看出，根源并不是人多。我们先来看看目前各国的医疗体系。目前各国的医疗整体分为3类，第一类就是像美国这样，除了低收入的 9% 的人群由政府买单，其他靠的都是商业保险，医院也多为私有。美国主要的思路是依靠市场。第二类是像加拿大这种全民医疗，政府支付所有费用，除了基层的医疗系统外，所有的医院都是公立。这样虽然一视同仁，质量也不错，但因为没有竞争，过低的效率就导致等待时间过长。第三种是像澳洲、台湾、日本这种，也是政府统一支付，所有人也都一视同仁，但在供给端允许市场竞争，这样在价格降低的同时也保证了质量。中国需要朝着这个思路走，模仿成功案例是捷径。因为中国的国情不同，所以还得细说。我虽然也做政策分析，但并不从事医疗领域，也只能简单说说思路，欢迎大家留言补充。首先，因为中国地域广阔和人口众多，所以各省的医疗需要自己统筹，但中央财政对于资金不足的省份需要给予转移支付，目标是逐渐让各省的人均医疗投入接近。其次，加大医疗在财政开支中的比例，不能仅比印度多出2个百分点，废除多轨制和特权阶级，尽量让每个国民拥有相同的医保卡。台湾在人均1万美元的1995年实现了全民健保，台湾的医疗也曾被经济学人评为世界第2，而如今中国人均也超过了1万，一些沿海省份甚至超过2万，各省为单位的全民统一健保势在必行。第三，取消公立医院事业编制，由专业的管理人才管理医院，医院所有权属于政府，确保公立医院的非盈利性质，但人员的聘任一律按市场标准。第四，鼓励各省制定政策吸引人才回流，也可以按区域划分医疗中心。第五，继续加大力度培养基层全科医生，实行激励鼓励患者先去基层医疗机构就诊，逐步实施转诊制。第六，继续剥离医方和药方，严禁医院出售住院使用之外的药物，患者必须凭处方去外部的药店购买药物。第七，随着人口快速的老龄化，对基层医疗预防和老人的长期照顾计划加大投入。最后，设立有效的医疗投诉机制，采取经济手段鼓励公民和媒体监督，所有程序上网公开化，对任何违反的行为加大惩处。以上就是本期对中国医疗问题的讨论，我们下期见，谢谢大家。